位观众老爷们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你瞅啥，我是你们那个采用人工智能，各部分零件齐全，运转稳定，经10多年的运行，属于质量有保障的小乐。今天给大家说一部电影《自杀专卖店》，故事发生在一个以钢筋水泥为主体的大都市里，天冷的色调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当然了，在这种丧到爆炸的环境下生活，让那些有着极大生活压力的人们更加难以喘息，所以在这个城市里，自杀成了一种主流。每天出门没被跳楼自杀的人砸到，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出过门。可要是想自我毁灭，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比如不可以在公共场所自杀，不能在大街上自杀，不然就要缴一笔天价的罚款。要是死了也没事儿，这笔罚款会转到你家人的头上。这个印堂发黑的中年男人似乎是不知道这一点，打算在现实中与卡车碰一碰。正要灰飞烟灭之际，让一个热心肠的老人救了下来，并给这个男人出了个主意。原来在这个丧到爆炸的城市里，还有着一家自杀专卖店，专门为想要自我毁灭的人提供服务。这家店代代皆以贩卖创意自杀产品著称，不管你是要剖腹、自焚上吊，还是触碰式、吸入式、口服式的各种毒药，在这里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这个小小的家族企业一直都靠悲伤和苦闷为生，店里的每个人，不论是店长三岛还是他的妻子，或是2人的一儿一女，整天都愁眉苦脸，了无生气。他们的人生充满了黑暗和负面，但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让所有的顾客都视死如归，帮助他们轻松上路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要做到没有回头客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，直到阿伦的降生冲破了这个丧气的氛围。可是当三岛看到小儿子降生的那一刻，打心里就不喜欢这个爱笑的儿子，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笑容，笑容还会影响到专卖店的正常运转，生怕笑容会动摇顾客的决定。可阿伦还是慢慢的成长了起来。爱笑的阿伦在这个丧气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，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阿伦的自身，他依然快乐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有事没事给爸爸捣捣乱。一天夜里，当做完最后一单生意后，阿伦趁着家人们与周公博弈的时候，悄悄对店里的产品做起了手脚。可警铃随之响起，是一个来买子弹准备自杀的顾客。好巧不巧的三岛将子弹掉在了地上，同时也发现了躲在桌子下的阿伦。三岛提起了阿伦，算完子弹钱后，就把阿伦送回了房间。没多久，一声枪响从远处传来，阿伦望向窗口，看着刚刚买完子弹的先生倒在了巷子口。赶来的警察开完罚单就匆匆离去，这对阿伦来说影响很大。第二天店铺依旧正常营业，顾客依旧挑选着自杀的用品。为了不让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，阿伦还是和以往一样，开心地上了校车，在车上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们有说有笑地聊着天。他们似乎和阿伦一样，都是这个丧到爆炸的都市里不一样的烟火。也许是在这个大环境下，这一点点笑容显得十分突兀。为了抹灭这个不和谐的声音，校车司机面无表情地撞上了一个准备自杀的男人。就这样，几个人看着倒在路边的男人，看着那依旧来去匆匆的警察，笑容渐渐地消失在了脸上。阿伦现在十分困惑，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冷漠？为什么这些人会选择自杀？为什么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笑容？这对心灵幼小的阿伦是残酷的。于是阿伦决定自己要做点什么了。改变这个城市太难，那就改变自己的家。自小出生在商人的家庭里，让阿伦懂得什么是团队的力量。就这样，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议了起来，目的就是毁掉自己家的专卖店。他们借了一辆装有高分贝喇叭的面包车，停在了自己家的门口。另一边，三岛接到了一个货到付款的订单，他拿着顾客购买的毒药来到了顾客的家里，看着床上无精打采的老头，把毒药递了过去。当老头捧着手里的毒药时，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，告诉三岛钱就在自己的床下，随便拿。看着床下满满的金条和钞票，看着喝下毒药的老头，三岛陷入了沉思。为什么老头这么有钱，还要选择死亡？帮别人自杀，这样真的对吗？真的是自己愿意做的吗？这里影片用一段歌词来表达了三岛内心的想法。他和妻子何尝不是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何尝不想像顾客那样一死了之？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他们的店不可以关门。为了那些顾客，为了顾客能在最后的时间里有着一份更好的体验，他们必须承受着这份内心的煎熬。送货回来的路上，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那里有说有笑。本就内心困惑的三岛想想就想掐死自己的儿子，可毕竟是亲生的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让阿伦学会吸烟，用这种慢性自杀的方法来解决。回到家正是姐姐的生日宴，阿伦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为了证实人们自杀是因为对生活失去了兴趣，那就让人们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所以送给了姐姐一张专辑和一条纱巾。
并且夸赞了姐姐是属天女下凡。虽然姐姐明面上没有什么表现，但在那夜深人静之时，一定会拿着纱巾，听着音乐跳一段舞，来释放那生活带给自己的压力。得到证实后，阿伦和小伙伴们实施了准备已久的计划。就这样，很快店里被震得一片狼藉，客人也都走光了。然而，就在刚刚，姐姐与一名顾客因为音乐的魅力产生了爱的情愫。这时的姐姐也露出了美丽的笑容，因为能把闺女嫁出去，母亲也就释怀了，同样露出了笑容。在她的帮助下，很快就把店里收拾了一遍，把各种货物都清理了出去，还为大家做了一碟可丽饼。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。可就在这时，在楼上睡觉的三岛被可丽饼的香味吸引了下来。阿伦看着怒气冲冲的爸爸，把责任都拦了下来。可被气晕头的三岛二话不说，提起刀冲着阿伦就追砍了3条街，直到把阿伦堵在了天台之上。这时阿伦只想用自杀的方式来唤醒自己的爸爸。从小就没见过爸爸的笑容，从小就没有得到爸爸的关爱，知道爸爸很讨厌自己。若今天的死能让爸爸开心，他愿意从这里跳下去。三岛看着儿子就这样跳了下去，内心直接就崩溃了，跪在地上痛哭了起来，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就在这时，阿伦的声音似乎又传了出来，原来这一切都在阿伦的计划之内。在伙伴们的帮助下，扮演成 Q 版的三岛，做着搞怪的自杀动作，不仅逗笑了自己的爸爸，把其他人也逗得哈哈大笑。最后一家人外带一个便宜捡来的姐夫，关闭了自杀专卖店，开了一个可丽饼店。这个小小的店铺似乎正慢慢的点亮整座都市。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最后希望大家都能用微笑来迎接每一天。好啦，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老爷们，记得给我一个3连哟，爱你们哟。